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，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，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，打算做点粗粮。于是，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。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，跟个圆规似的，给地板都画出来了。但是这个石碾子和石磨还不一样，它转多了迷糊。为了不吐到磨盘上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。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，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，所以他有苦说不出。真的就这么说吧，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，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儿的了。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，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。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，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。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，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。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。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。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，说你们赶紧出师吧。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，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。吃饱了，干活有劲儿了。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，大概用了10分钟，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。这枕头看着多板正，一点毛病没有。重点是配色，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。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，Two Hands Rose Style。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，历时20个小时，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。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，我必须得吃海鲜面，还得挑贵的吃，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。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，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呢。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，这回可倒好，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，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子直转筋。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